have a bear。话说又是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一只橘色的小猫咪，它的名字叫居哥。居哥虽然是只猫，但它天生吊儿郎当，桀骜不驯，偏爱管闲事。作为一只典型的夜猫子，有耗子偷别人家的粮食，它要管；有黄鼠狼偷别人家的鸡，它也管。为此，它没少跟村子里一群到处乱窜的流浪狗吵架。有一次，他被这群流浪狗追，只见他没鸟丝毫的慌张，轻轻跳上墙头，然后就蹲在墙头上，眼睛都不眨一下，用冷冷的眼神看着这群狗在下面狂飞。领头的是只小哈巴狗，它叫起来显得异常的凶狠，不停在骂居哥乱逮耗子，扰乱了丛林的秩序，砸了他们的饭碗。别看这只哈巴狗个头小，但它一直都是这群流浪狗中的老大，并且它自己也是很有来头的。据说它以前的主人就是村支书，但是呢，他因为嘴馋，偷吃了村支书的长寿面，所以他被村支书赶出了家门。虽然他现在成了流浪狗，但他的心态可是没有丝毫的改变。他仍然觉得整个村子都是他家的，所以每天都带着一群狗在村子里溜达，驱赶这个流浪汉，踢翻那个老太婆的菜摊，到某个好生意的饭馆撒泡尿什么的，专干这些事，目的就是让人们知道他一直都在掌控局面，一直都在亲自指挥，亲自部署。后来一段时间里，丛林里突然变得沉寂紧张起来，乌鸦和喜鹊们都不敢在大白天乱叫了。某天夜里，居哥在林子里游荡时，正好听到乌鸦们在窃窃私语传播谣言，说林子里来了个新老大。这个新老大呢，来自梁家河，长得身材魁梧，相貌堂堂，如天神下凡，并且他擅长各种变化之术，能呼风唤雨，千变万化。所以乌鸦告诉他们的同伴说，我们大家以后都要谨慎了，千万别惹了新老大，否则你正飞着飞着，他看你一眼就能把你的翅膀变没了，那就只能掉下来摔死了。居哥听了乌鸦们的私房话，只好摇摇头，自言自语感叹说，哎，这群乌鸦也太迷信了。那天夜里，居哥在林子里溜达了一会，连个老鼠的影子都没看到，就非常沮丧，又担心回家完了被缪他爹骂，他就决定打道回府。走到林子边缘，他跳上墙就可以看到村子了。他正打算沿着墙头往家的方向走，突然看到林子边缘一座2层小楼的第1层有个窗子还在亮着灯，村支书家的哈巴狗和他的一帮手下此时正鬼鬼祟祟地潜伏在窗子下，好像是正在干什么坏事。居哥又仔细看，
窗口还趴了一个身材魁梧如天神下凡般的身影，正歪着脖子向窗子里窥探。居哥不禁一阵好奇，他很想看看这帮畜生们到底在干什么。于是他悄无声息地跳下墙，绕到那栋小楼前，借助某处矮墙跳上了2楼，悄悄地从栏杆缝里往下看。只见一头不知道是什么的怪物，一身橘黄色的皮毛，上身穿了一件红色的小背心，下身光着屁股，头上还戴了一顶皇帝们戴的黄金冠，背上还挎着一把好像是割韭菜用的大镰刀。此时他正一手扒着窗户往屋里偷窥，一手插在裤裆里一抖一抖的，嘴里的哈喇子吃下来了1尺多长，也不知道他到底在干啥。而替他把风的一群流浪狗手下，同样也都是满嘴哈喇子在翘首以盼。居哥就心想，莫非这个凶不凶猪不猪的怪物就是乌鸦们嘴里传说中的丛林新老大？而屋里此时正传来哗啦啦的流水声。居哥知道这小楼正是村里大美女小芳的家。听到这流水声，居哥想，这说不定是美女小芳正在洗澡。想到这里，居哥心里就明白了8、9分。于是他就决定整治一下这帮畜生。他左右看看，走廊里刚好放了几个啤酒瓶，他就悄无声息走过去，顺手拨拉了一下，一个啤酒瓶滴溜溜地滚下去，砰的一声，在那头怪物的身边爆开了。那头怪物和他的手下一下子全吓傻了，站在原地一动也不敢动。屋里的流水声也停止了，一个好听的女声在问：“谁呀？谁在外面？”居哥趁机又滚下了一个啤酒瓶，又是砰的一声。屋里的那个女生顿时尖叫起来，开始大喊：“有流氓变态啊！快来人抓流氓变态！”女生连喊了2、3声后，左邻右舍、楼上楼下哗啦啦走出了5、6个青壮汉子。他们抬头一看，远处有一个身材魁梧如天神下凡的影子，正在歪着脖子匆忙逃窜，就啥都明白了。他们就不容分说地追了上去，追了一段距离后，眼看要追不上了，他们就从地上捡起了一些石头、瓦块之类的东西，甩手抡了过去，居然真的打中了那头怪物。只见那头怪物嗷嗷直叫，头上的黄金冠也被砸歪了，背上的大镰刀也被跑丢了。而此时居哥已经跳回了墙头，一溜烟跑回家去了。居哥回到家里时，缪他爹还没睡觉，正在翻墙上网。居哥也懒得理，自顾自就去睡了。没过多久，院子里突然传来了嘈杂的人声，好像有很多人突然就涌进了院子，然后就有人用力地拍屋门，并且大声喊：“刚才翻墙的家伙快出来，
到派出所去喝茶去，不要以为没人知道你翻墙干坏事。牛他爹一听，当场就吓尿了。他当然知道，一旦去所里喝茶，说不定就会遭遇各种各样的奇特死法，比如说撒尿死、撞墙死、上吊死等等。牛他爹仔细听，觉得这群人至少也得10几个，并且人声里还夹杂着几条野狗的狂吠声。牛他爹的心跳在砰砰加速，大气也不敢喘一下，坐着一动不敢动，任凭那泡使劲的尿把裤子都弄湿透了，并且还在地板上淌了好大一片。一直持续了20分钟后，嘈杂的人声才渐渐的散去。又过了好一会儿，牛他爹才壮胆开屋门出去看，但院子门却锁得好好的，根本看不出有人进来过的痕迹。他顿时纳闷起来，莫非自己产生幻觉了？正当他纳闷时，院墙外突然嗖嗖嗖的飞过来了几个啤酒瓶，砰砰砰的摔碎在院子里。他立刻警觉地喊了一声：“谁？想干什么？”他不问还好，他这一问，院墙外竟有成百上千只的酒瓶嗖嗖嗖飞过来，在院子里碎成了一大片。这可把牛他爹给再次吓尿了，他嗷嗷嗷尖叫着，快速地逃回了屋里，啪的一声关上了屋门，再也不愿去院子里了。噼里啪啦的啤酒瓶声音又持续了10多分钟，院子里才总算安静了下来。又不知道过了有多久，牛他爹壮着胆子摸黑走到窗前，把窗帘拉开了一个角，向外面窥探。明晃晃的月光下，摔碎的啤酒瓶堆起来的玻璃渣子，竟像一座小山一样堆在院子里。看样子就算在白天，人也别想轻易的走出院子了。牛他爹不禁疑惑，自己究竟得罪谁了，要这样坑自己？正在他胡思乱想时，外面突然传来了机械的巨大轰鸣声，然后在月光下，他看见一台巨大的挖掘机停在了自己家的院子门口，机器后面一队排列整齐、手持盾牌、全副武装的防炮警察。机器熄火后，有人用大喇叭对着他家喊：“屋里人听着，你家的房子是违规建筑，必须在天亮前拆除。我们就是奉命来执行拆迁作业的工程队。现在限你们10分钟内走出屋子，否则后果自负。”牛他爹一听，彻底蒙圈了，心想：今晚这是咋回事？怪异事件一桩接着一桩，先是来抓翻墙，然后院子被人扔了啤酒瓶，现在又来拆我家，我的家咋就成了违章建筑呢？牛他爹想来想去也想不出个所以然。10几分钟一眨眼就过去了，外面的人见仍是没人走出来，就真的动手了。他们开动挖掘机，呼隆隆几下就推倒了外墙，然后率先冲进来的竟然是一群野狗。他们站在院子里，对着缪他爹的房子一通汪汪汪乱叫，好像房子跟他们有杀父仇、夺妻恨似的。这时
缪特爹才意识到诡异之处。院子里大堆的啤酒瓶碎片竟然凭空消失了。缪特爹透过窗缝仔细看，明晃晃的月光下，啤酒瓶碎片竟然真的一粒不剩，就好像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。这也太奇怪了，莫非是见鬼了，撞妖了？现在的妖怪就这么厉害，都要登堂入室了。缪特爹正在惊异时，那巨大的机械已经启动了他的机械臂，用挖掘机对他的屋顶砸了下来。随着咚的一声巨响，缪特爹只觉地动天摇，屋顶随即也破开了一个大洞，明晃晃的月光就从那洞口射了进来。这一来，缪特爹一下子真的是绝望透顶了。他觉得这也没啥好怕的了，随手就抄了一根铁棍子冲了出去。又是那几只野狗最先冲过来迎战，缪特爹挥起手里的铁棍，一下子就把那几只野狗打得低低高高的逃散了。然后那群持着盾牌全副武装的家伙们涌入了院子。缪特爹没有多想，只管抡着铁棍砸过去。这时更诡异的事情发生了，缪特爹砸到一个家伙的脑袋时，只听见那家伙发出嗷的一声猪叫声，整个人就凭空消失了，化成了一根猪鬃毛一样的什么东西，飘飘然地落在了地上。缪特爹再砸中一个时，情况也一样，又砸中了一个，也还是如此。缪特爹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，自己怎么会变得如此神勇呢？在这之前打跑几只野狗，自己已经觉得这就是自己的人生巅峰了，但今晚自己竟然如此的超常发挥。于是他一路挥着铁棍砸下去，只用了几分钟，那对全副武装的家伙们全部都变成了猪鬃毛。随后他又冲向那台庞大的机械怪兽，他本来的想法是爬上驾驶室，砸烂窗玻璃，再把司机丢出来暴揍一顿。但是没想到的是，自己刚要爬上那台机器时，竟然一脚踏空，在地上摔了个嘴啃泥。紧接着他眼睁睁地看着那台机械怪兽居然也在他的面前凭空消失了，也化作一根猪鬃毛飘飘然落在了地上。然后在林子围墙的阴影处，他看到了指挥这一切的那个家伙。那个家伙身材高大挺拔，如天神下凡，脖子歪着，头戴着一顶黄金冠，背上挎着一把大镰刀，上身穿着一件红色的小背心，下身光着屁股。缪特爹不容分说冲上去，抡起手里的家伙，一下子就把这猪不猪人不人熊不熊的东西砸趴下了，一边砸一边骂：你妈逼为啥拆我房子，我通报你鳖孙的菊花。说着时，他已经把手里的铁棍硬生生地插进了那东西的菊花里，那东西顿时发出杀猪一样的惨叫声，他全力挣扎着爬了起来，挣脱了缪特爹，捂着菊花一蹦一跳的逃跑了。没跑了几步，黄金冠也颠歪了，大镰刀再次跑丢了，但是他也不敢回头捡。
缪特爹长长吐了一口气，回头再看自己的房子，他这才惊讶地发现，自己的房子居然毫发无损，甚至连院子的外墙都是好好的。他这才明白，今晚真的是撞妖了。原来他所看到的一切都是妖怪的变化之术。